經常殺人的寶子們都知道，如果在下雨天動手的話，就算柯南來了也只能 say goodbye， 因為地上殘留的纖維、毛髮和足跡通通都会被雨水冲刷乾淨，而且案发现场又是一条无人小巷，目前只知道死者的名牌手表被嫌犯给拿走了。看似像是一场无关紧要的街边抢劫杀人案件，这种事情发生在纽约也早就见怪不怪了。但警探雷哥却不这么認為，因為他隱約猜到了這並不是一場簡單的搶劫殺人。難道兇手真會笨到連這麼明顯的監控都看不到嗎？果然，監控錄像將行兇過程拍得一清二楚。在死者無力掙扎倒下後，嫌犯才十分謹慎地慢慢靠近，拿走了土豪哥的名貴手錶，還淡定地翻了一下口袋。可這哪裡像是搶劫呀？分明就是一個假裝搶劫的謀殺案。那這個不願意透露身份的紐約好市民，究竟和土豪哥有着什麼深仇大恨呢？而且更讓人吃驚的是，土豪的前妻竟然巴不得他早點死了，因為男人吃喝嫖賭抽是一樣沒落下，時不時還在家裡和前妻過幾招，所以女人聽到土豪哥前夫掛掉的喜訊，都恨不得敲鑼打鼓慶祝一番了。但說歸說笑歸笑，他也確實有不在場證明。隨後雷哥又詢問了土豪哥的親生兒子以及他的公司合夥人，大家都說他是個徹頭徹尾的爛人，甚至沒有一個人會同情他，就連女警都不想再繼續追查了。咱就當有人替天行道了不好嗎？ Frankly, a guy so miserable, I wouldn't be surprised if his own mother wanted him dead. I hear you. 可本着對每一位死者負責的態度，雷哥竟然無意中找到了些線索。土豪哥在5年前因為醉駕撞死了一對母女，但他花重金聘請了頂級律師幫他成功脫罪。而這位失去妻子和孩子的男人，當場發誓要讓土豪哥償命。That man should die. That man should die. There's no justice until Lee Bukowski is dead and buried. 可事情已經過去了5年，按理說正常人早就該報仇，又或者已經放下了。當雷哥找上這位男醫生時，男人先是由吃驚逐漸轉變為高興。雖然看上去一切正常，但他的不在場證明只是在家裡睡覺，沒有人能幫他證實，這就有些說不過去了吧。接着雷哥定位了男人近1年來手機每天出現過的位置，毫無疑問，他幾乎每天都會定時定點的出現在案發現場附近，那可是條無人小巷呀。更何況他家又不住在那裡，這你又作何解釋呢？但沒想到男人早給自己找好了理由，他說那裡有一家自己喜歡吃的餐廳，不信的話可以去查信用卡賬單哦。可出來後，女警卻表示不願意再配合雷哥追查了。This monster killed this man's wife and only child. I know what you would do. I know what I would do. So how do we judge him? Well, that's just the thing. We're not the judge. We're only the cops. 但雷哥就是一根筋，他覺得作為警察就該一視同仁，既然有線索又有嫌疑人，就一定要追查到底。你小子還真是頭驢啊，咱就不能把這個案子束之高閣嗎？反正也沒有實質性的證據，沒有人會知道的。要證據是嗎？來看看吧，這是雷哥查到男醫生最近跟蹤土豪哥的視頻。如果一次只是巧合的話，那麼10次就說不過去了吧。但雷哥還是做出了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舉動。很快男醫生又被請到了警局，並且還為他貼心的安排了頂級律師。沒錯，就是那個5年前幫助他仇人脫罪的律師。男人可是對他一丁點好感都沒有，而且他也沒有搞清楚現在的狀況。原來雷哥已經將所有證據都串聯到一起了，包括從他如何殺人，又用哪一張信用卡乘坐的哪一班地鐵到達案發現場附近，再精確到時間和路線以及跟蹤死者等等信息。此時此刻警方已經正式對他實施逮捕了。但是別忘了，雷哥可是早就幫他請好頂級律師了。不得不說，老雷這個警探還是挺有人情味的。God, listen to him. He's pretty smart. Thank you. 關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講。